因为你们对他非常感兴趣，所以在昨天的时候，也就是在国内他生日的时候，给你们去做了一个问卷，就是大家如果对他感兴趣的话，然后你们可以提问出来，然后里面的问题非常的尴尬，所以于是呢，我们要决定给大家做一个情侣 Q&A， 然后我准备挑几个来回答一下大家，尽可能的满足你们的一些欲望，好吧？先出门之前，先第一个问题。什么时候生小宝宝？生完就是一个暴击。对，什么时候生小宝宝？今年或者明年吧。今年或明年吧，但最好是今年，因为可能我自己想法是赶在30岁之前可能生2个，所以今年生一个，好吧？那么现在准备出发。我们现在到了做核酸检测的 CVS 店，然后这个是类似于美国的一个大型的一个便利店。现在10号啊，我们应该是什么时候预约的？12月底预约的。12月底预约的。现在确实是每天有很多的这个人是需要这样子这种做核酸的需求，但是真的是供不应求，所以我们排到10天以后。我们现在去拿这个测试啊，它应该每个人1份。然后他们就发了一个这个小包裹，让你自己去测。转15秒。我的妈呀！对，我们刚才根据他这个指示，然后每个人完成了这个自己的一个，等于说一个自我检测吧，然后把这个分好以后，要把它丢到这个箱子里面，他们就可以告诉我们结果了。但是它出结果就要，应该是1到3天嘛，真的是现在得感叹一下，国内出结果真的是非常快，而且都是免费的。这边免费的就是要等很久。如果说你想花钱，我们之前有花过钱，大概要花个200美元左右吧，做一次测试，它就会稍微快一点出结果，大概是12小时到24小时左右。现在我们准备出发去下一站。下一站的话，我要去买个球。对，你们没有听错，我实在是憋不住了，我要去踢球了。因为现在确实去健身房，每个健身房都不太安全，只能自己在我的小健身房锻炼。对了，如果说你们对我的小健身房感兴趣的话，我家庭健身房感兴趣，记得扣一个1，满屏的1的话，我之后单独出一期视频来讲解一下我的这个家庭健身房，好吧？那现在回答大家下一个问题：2个人是怎么相识的？我们是在国内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，16岁的时候，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在一起哦，在一起是去了美国读完高中之后的那一刻，我们才在一起的。就等于我们开始就是异地恋。对，所以我们是16岁认识，然后19岁在一起的，到现在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个 Dick's，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主要是卖运动的物品的，带大家逛一下。下面我们买哪个球？我感觉这个不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？这西甲的，这西甲是吧？这 Puma， 西甲的，这耐克有点奇怪啊，这有点奇怪，这个感觉好像好一点。这欧冠的，这不是欧冠的，这个表面，这个表面肯定不是。这就欧冠的。这表面肯定不是这个，这而且是4号球，我买要买5号球。这个感觉好一点，拿一个这个。再拿一个这个橙色的飞盘。可以，很漂亮。下一个问题是有没有试着穿一下罩杯？据说有男性专用的，萝卜这么大，不穿我不是很认可。不是我穿不穿？不可能穿啊！哪有男的穿罩杯的？男的胸再大也不可能穿罩杯。我是个。那就这样。大家看着怎么样？你这胸比我大多了。大家看看，给大家看看。大家觉得这个是什么罩杯？是。正好。大家看背面。
这个还挺合身啊。喜欢吗？送给你了。很不错。这走吧。挺舒服的。不可能穿啊，这哪有男人穿罩杯的？男人胸再大也不可能穿罩杯啊。大家喜欢的扣个1，已经爱上的扣个2，好不好？考2。不好说。一共消费了231，然后还可以。这边的美国买这些商品其实价格还不算很贵。然后下一站的话，我们准备去韩国超市，然后给我女朋友去买点我们今晚生日大餐的一些东西。然后这边的话就属于韩国的产品比较多一点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亚洲其他国家的。因为今天的这个重头戏是烤肉啊，所以我们过来主要是买点烤肉吃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老干妈还是很畅销的，基本上卖的还比较多。这边还有一些老干妈，大家还是很喜欢老干妈的。就无论是哪里人，我觉得这边老干妈应该是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，也是最爱吃的一个调料品吧。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老干妈，还是喜欢有别的酱料，你可以告诉我。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，嫂子如何处理小萝卜和女教练之间的关系？处理啥？这个感觉有问题才要处理吧？就没有问题处理什么呀？就我感觉我好像也不会去想这个东西，我很忙的。也可能我们以前就是因为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去留学了嘛，就很适应男女之间不同的一些关系，这本书。可以。对，所以他可以，我也可以接受，就是说他跟一些男性关系比较好，然后他也能接受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，这是我们保持这个长时间这个良好关系一个秘诀吧，就是信任对方。对。一共消费了309。那这个是我们多久的这个食材？大概3天。2天啊。2、3天的这个食材，大概300左右。2、3天。2、3天嘛，所以现在我感觉物价还是挺高的。我现在晚上好漂亮，粉色的。哇，好漂亮，好美。然后现在我们就准备回家，然后去准备做圣日大餐。给你们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准备这个生日大餐。这是我们刚才在超市买的一些肉，然后呢，这我妈在做这个，这我女朋友在煎肉。这是你最喜欢的肉吗？是啊。最喜欢的。它是韩国调味的。这个是豆腐汤，有多少人喜欢喝豆腐汤的？我这边有个问题要问你。那就是办婚礼了吗？准备什么时候办？这我感觉一般是父母问的。但妈，这个问题问你吧。目前有2年多了。对，那你想让我们办婚礼吗？你想？现在想啊。肯定想是吧？对，因为现在疫情原因，所以导致我们反正就办不了嘛。所以要延后。我们本来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今年5月份，对吧？3月份 ，OK， 3月份不太可能了，那就变5月份。那5月份的话，不知道可不可能。如果5月份可以的话，那就5月份。好，那我们再问题，下一个问题，和嫂子经历过什么大起大落吗？大起大落，那应该就是，好像也没有到什么大起大落。对，
对吧？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，都可以解决，都是可以解决的，还没有遇到过大起大落，就肯定我们都会有。19年疫情吧，19年疫情比较严重，然后健身房那时候不赚钱，然后可能是属于比较低落的时候吧，然后又遇到了我比赛输也可能是比较低落的时候。我觉得现在是大起大落，没法回国。今天刚得知我们的航班又取消了，简直就是大落。对，所以其实没有遇到过所谓的太大的这个落。我们基本上遇到的问题可以一起去解决的，现在还没有遇到过那么大问题。兄弟们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有水果，还有这是我们刚才烤箱烤的一些粉丝，还有长寿面。你把粉丝烤了？还有这个。他们问你，嫂子，一天摸几次腹肌？不摸腹肌，腹肌有啥可？还有一个人问，就是你最喜欢我身上哪一个部位？胸，因为我没有。胸，对，就人都是这样子，就是你没有哪里，你越缺哪里，越羡慕别人哪里。所以他最喜欢的就是我的胸。嫉妒。你们有多少人嫉妒我的胸，或者你们喜欢我哪里，在弹幕中告诉我，好吧？然后让我知道你们真的很缺这里。第一个先给粉丝，第一个给你们吃啊！给你准备了一个东西，啥东西？给你看一下，我放在这里面了。看看。对。童话世界。对，你喜欢的是迪士尼，对吧？是的。哇，这个城堡还挺好看的，粉色的。是啊。我就等着它哪一天就变成真的了。现在就是一片纸。你放心，来跟我握个手，我一定会给你童话世界里面的东西，好吧？我弟已经等1天了。下雨还耶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，这边还有个大娃娃，这个大娃娃是一个这样子的，这个大娃娃叫 Livia。对，这是 Livia， 这是你。你许愿了？许愿。我们唱生日快乐歌，你要许3个愿望，你能说1个愿望吗？3个，你可以的。不能。来，下雨，准备，3、2、1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1岁生日快乐。那里面小孩。OK， 下一个问题。曾经2人矛盾最大的是什么原因？然后有打架吗？然后有分开过吗？最后怎么解决的？最大的是当时我本身要转学的时候没有转到他的学校，就是我被他的学校录取了，但是我没去。有打架没有打架过？没有打架，然后中间有分开过。有。我觉得一般会吵的这种架不算特别大，那种偏向于冷暴力的这种架可能会比较大，就是我觉得问题无法调节了。就之前他不来我学校嘛，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会产生过这个矛盾，就是我们当时应该是分开过半年，然后后来又和好了，所以你应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是怎么和好的。这个大家不感兴趣，OK， 可以，我迫不及待，我要先吃一个了。这根本就切不下来，怎么办？稍后呢？稍后我们一会儿坐下来跟大家好好回答一下问题，好吧？我这边还有超多的问题。OK， 下一题啊。这个问题非常的尴尬。多尴尬。嫂子回答一下，非赛季和赛季的萝卜武器实力有差别吗？没有。没有差别，说明你对我表现非常的满意。你们都是什么问题啊？备赛期正经的吗？备赛期会禁欲吗？不会，但是后面低碳就会很累啊。
就会很累，就会只想睡觉。就搞得像你备赛一样。对，就后面会可能最后2周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欲望的，你唯一的欲望就是我想更多的碳水，但那个时候没有怎么办？就基本上就是无欲无求的感觉。下面一个问题，那 OK， 好不容易有正经的，萝卜事业肯定很忙，嫂子似乎不健身，怎么平衡2个人在这方面的差异？我感觉我好像没有太在乎这个，因为我感觉健身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健身只是说一天中间的1个小时，对，但是说一天还有很长的时间，我们可以一起做别的事情，所以说这个也没有太大的差异，只是你们看到会感觉差异很大，其实也没有。接下来一个问题，办婚礼了吗？准备什么时候办？本来计划是3月份，但是现在因为航班各种取消，应该办不了，希望5月份吧。下一题，你们感情一直这么好是怎么做到的？是你包容我多一点，还是我包容你多一点？那肯定是我包容你多一点。还有他的问题还没问完。然后后来你对于我开始健身以后，你的态度是什么样子？会不会觉得我太大没有以前好看？我跟他在一起10年，他是10年慢慢，其实就是我的感觉，其实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，不经意间，除非看照片会感觉变化很大，但其实的话，就看习惯了，对，然后可能就还好。那你对我开始健身以后，你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？一开始大学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健身是什么东西，就还挺反对的，而且就没有时间。你会觉得我去健身房就是去看女孩子？不会，就是感觉去浪费时间。去浪费时间。后来发现，哦，他健身。后来发现，腹肌练挺好看，胸还练得还挺好看。有异地过吗？异地的时候怎么相处才会，怎么相处表达才会让感情不变淡呢？我们从在一起的第1天就开始异地了，感觉这个问题我都可以说一整期节目。但是言简意赅呢，就是信任，老生常谈了，对不对？第2个就是要做好自己当下想要做好的事情，比如说当时就是最主要就是学习，那你就把学习给学好，然后就是你补充一点。接下来就是找到自己的存在感，然后比如说有你的爱好，然后有你喜欢的，比如说交往的朋友，然后他可以是男生，可以是女生，因为不可能说你交往的人里面所有的都是男孩子或者都是女孩子，他肯定都需要交往的，对吧？我们都是个正常人。如果说你为了骗别人说我从来不跟女孩子交往，这个我觉得有点可怕了。所以我觉得，而且恋爱啊、婚姻啊，所有东西都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你不能说全部都整个就依赖在上面，你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要追求的事情。对，如果说你没有，比如说没有你追求的，没有你的社交群体的话，没有你的存在感，你就很喜欢去对方那边找存在感，然后2个人就会增加矛盾。所以这点其实一开始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点点这样子，大概3个月的时候，但后来我们就慢慢找到自己生活的节奏了。这边下一个问题，萝卜哥哥什么时候确定就是他了，就非要跟他结婚那种，还是觉得没有精力找更好的？只是刚好遇到这个很好，没有冒犯的意思，想知道怎么样认定就和那个人生活一辈子。他是问我怎么觉得。那其实我们谈了大概5年异地恋，直到去年的时候，那我可能会觉得，我自己想清楚了，我要跟他是走一辈子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？因为我会觉得，就是整个世界那么大，然后对吧，那么多女孩子，你不可能马上能够找到一个100%适配自己的女孩子。她看我谈恋爱，然后看我从足球转变成健身，然后又看我创业，然后又看我打比赛，等等，就是那未来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这样子，能够一直互相匹配的在一起，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好了。当下来说，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。那我当时觉得，那我认为我是最幸福的，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一个真爱，那么就应该去结婚，不要再去浪费时间去犹豫。我可是看过他谈8国恋爱的人呐。没有，就是我俄罗斯、巴西、美国、韩国。韩国好像没有。没有韩国。有。不要告诉我。悄悄告诉你们。下一个问题，
嫂子说你健身之前很猥琐，那他是怎么看上你的？那个时候真的长得很猥琐，高中的时候，就是他身上很瘦，然后头又很大。但是他那个时候是我们学校那个主席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还是对他有一点那种崇拜感，就是还是看上我才华了。对，那不然还能看上你啥呀？对，那还有颜值吗？你难道？那你看，他刚才也一表透露，当时看上我才华的人非常多。你要是有点颜值，也不至于这点粉丝。这边有人说，男朋友跳舞这么骚，女方会不会有压力？不会啊，因为他这个舞基本上都是我让他跳的，而且他高中的时候跳的舞比现在这个更加的好看。你们的问题真的好多呀！其实当时我都没有想过你们会有这么多问题，我以为你们只对训练健身感兴趣。作为职业健体运动员，看过那么多好身材的美女，会不会强迫女朋友去健身改变身材？强迫也是有过的啦，没用啊，兄弟，强迫是没有用的。如果说对方真的就很轻易的被你改变了，那我觉得这种就是也比较随意吧，因为他可能爱你爱得太深沉了，我觉得这也不太好。他还是有他自己的这个原则的，就是比较懒。主要是我是个很奇怪的人，就是我觉得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带给我那种身材的焦虑，就我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，就是如果身边都是健身的人，我也不在乎。如果我跟他，我们俩没有在谈恋爱，我可能再找一个，我可能从健身的人群里面，女孩子直接找一个，我也不会说找一个女孩子让她去健身的，就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。所以我们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也没健身，我也不能逼她现在去健身。我还喜欢看偶像剧呢，我也不能让她去演男主呀，你说是不是？是啊。一个30岁加的恐婚女青年的疑问：作为亚洲顶级健体运动员的家属，是不是比一般老婆要付出的更艰辛，会承受更多的委屈？我并没有那么说的这么严重啊，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运动员，尤其是健美这项运动本身就很残酷，你不管是他顶不顶级，另外一半付出的是一样多的，都要给他去备餐啊，都要去忍受他的一些脾气啊，去帮助他缓解他的情绪啊，什么这都付出的一样的，不管是他顶级还是不顶级。唯一的委屈可能就是陪我玩的时间有点少，然后没有办法一起吃饭，这个是有点委屈。但是付出的话，我觉得所有的运动员背后的女人付出都是一样多的。我想问一下嫂子，跟萝卜到处比赛，看他为了赛季减脂锻炼，然后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其实我都不想让他减脂的。每次减脂的时候，就是他看着我们吃这种东西，他都不能吃，而且看到他最后瘦的，就是这里会凹进去。其实作为我们来说，我不希望他减脂，但是这是他自己喜欢的，那我也只能支持他。咋合理安排健身和谈女朋友？如果撸铁看书吃饭睡觉，感觉几乎没时间谈女朋友了，全和兄弟混在一起了。我觉得看你重心吧，也不一定是一定要谈恋爱，但是如果说你想谈女朋友的话，你肯定在这方面得付出一点嘛，而且得有一点机会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想找一个女孩子可以跟你一起健身的话，那我觉得你在健身房也可以去找，不至于说它会影响你的工作或者说学习，因为两个人的时候才可以更好去促进对方。如果说互相影响的话，肯定就不适合。对，然后当机立断就跟他说不适合。萝卜现在已经进奥赛了，后面还有什么目标吗？感觉奥赛已经是顶点了，很难再找到这样子一个目标激励自己了。毕竟是自然的，也很难上奥赛拿一个非常好的成绩。未来有可能用药吗？如果萝卜想用，嫂子会同意吗？那我先回答我这部分。对于我的这个身材来说，奥赛也许是我的一个顶点，就自然上奥赛已经是非常难的了。但是我自己觉得，我还可以有所突破。比赛成绩我不知道会不会突破，但是起码我的身材方面，我还有一些自己的小缺点可以去完善。那激励我的目标永远就是我自己的身材，而不是说跟别人去比赛或者比赛成绩。因为，就说白了，比赛成绩如果我只看重比赛成绩，那我肯定会使用科技，对吧？那我觉得正常运动员都这样，他也不检查自己是不是自然的。
我会给自己的时间期限到31岁，还有4年时间啊。其实一开始吧，我是很反对，就是只要他一说到用药，我就是直接要跟他翻脸的那一种。但是如果说比如说，但是这个仅限于我们，比如说生了2到3个孩子之后，我可能会接受他。如果那个时候他的目标是奥赛冠军的话，我可能会同意他使用一点药物。但如果说不是的话，那我还是不支持的。而且前提必须是已经生了2、3个小孩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药物会有什么副作用。所以有一天啊，就看情况。但是前提是必须我大概生了2、3个孩子，再强调一下。如果说我要是真的使用任何药物的话，我肯定会第一时间。而且我觉得，如果他使用药物，他应该会变得挺大的，对啊，而且跟现在会完全不一样。但是我是不在乎他说他成绩非要怎么样，我只要他健健康康，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。对我自己的追求，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是拿第一吧。我要是一直拿第一，真的，我肯定就 biu 2针进去了。对。以上就是所有的问题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是也能帮助到你们一些。然后我跟我女朋友现在应该也可以称为老婆吧，虽然没有去。大家不要就是介意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他说我是女朋友，我说他是男朋友，只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很久，所以就习惯这么说，并不是说不承认。我现在私下我也老叫他我男朋友。有没有祝愿大家怎么样？祝愿大家新年快乐。对，我们现在也没办法回国，也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好吧？然后早日找到爱的另一半，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事业。希望一直给你们传递正能量。对，其他没有什么。然后下一次我们2个同框应该是很久之后。这里不会有个人了吧？应该是很久之后了，好吧？做个爱心。OK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！喜欢别忘了3连哦，拜拜。